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子女成家以后，父母必须明白的7个道理。这7个道理不是我随便讲，而是多年来我从易经的智慧里，从老祖宗留下的人伦大道理，一点一点体悟出来的。你要是没弄明白这7个道理，越是付出，越觉得吃力，越是关心，越容易伤感情，到最后自己心里委屈，孩子也觉得压力大，整个家庭的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。我常常讲，易经把天地看作一个大家庭，乾坤定位，阴阳交感，这才有了生生不息的道理。咱们讲亲情，讲孝道，但很多人只记得孝，却忘了顺；只记得亲，却忘了疏。什么叫疏？不是疏远，而是懂得保持适当的距离。子女成家这一天，就是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阴阳转换点。婚前，他是你的儿子，你的女儿是乾坤未定的状态。婚后，他成了别人的丈夫，别人的妻子，乾坤已经定位，阴阳开始真正交感。这时候，你再用婚前的那一套去对待他，就好比天已经亮了，你还点着蜡烛，完全不合时宜。我见过太多父母，儿子一结婚，心里就空落落的，总觉得孩子被抢走了。女儿出嫁，更是哭得稀里哗啦，好像从此就断了联系。其实这都是没看透天道的运行规律。易经家人卦告诉我们，家有家的秩序，人有人的本分，父母爱子女，则为之计深远。这个深远，不是把你的人生规划全部压在孩子身上，而是要懂得适时放手，让他去建立自己的小家庭，去承担自己的责任。你越早明白这个道理，越早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你的晚年就越自在，孩子的小家庭也越和谐。现在社会上很多家庭矛盾，根源就在于父母没有完成这个角色的转换。你还是把自己当成孩子的第一责任人，事事要管，事事要问，却忘了孩子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伴侣，有了自己的小家。你的爱没有错，但爱的方式错了。就像种树，小树苗的时候，你要天天浇水施肥，但树长大了，你再天天浇水，根就烂了。婚姻就是子女生命中那棵开始独立生长的树，你得学会站在旁边欣赏，而不是继续抱着它摇晃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细细讲讲这7个道理，每一个都关系到你晚年的幸福，也关系到孩子小家庭的和睦。这不是教大家冷漠，恰恰相反，是教大家用更智慧的方式去爱。咱们讲中庸之道，爱也要中庸，太紧了，喘不过气；太松了，又觉得冷清，要恰到好处。好，咱们就从第一个道理开始说起。第一个道理，经济要独立，这是守住中道根本。我常常讲，乾卦讲的是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坤卦讲的是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父母到了晚年，既要学乾卦的自强，也要学坤卦的厚德，但首先要守住自己的经济基础。你可能会说，曾教授，我的钱不就是孩子的钱吗？以后都是要留给他们的。这话听起来很无私，但恰恰是最大的糊涂。你想啊，儿子结婚了，儿媳妇可能很有钱，家里车子房子样样不缺，看着心里高兴，觉得孩子有出息了。但我要提醒你，人家的钱再多，跟你没有直接关系。你得有自己的钱，自己的存款，自
自己的房子，这不是自私，这是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经济上的依附会悄悄腐蚀情感上的平等。你今天把钱都交给儿子，明天想买件衣服，还得看儿媳妇脸色。你今天把房子过户了，后天想在自己家住2天，都得小心翼翼。这不是亲情，这是交易，而且是不公平的交易。易经里头讲阴阳平衡，父母和子女之间也要有阴阳平衡。你的经济独立，就是你在这个关系里的阳，有力量，有尊严，有话语权。如果你把阳全部交出去，只剩下阴，依赖、讨好、看人脸色，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。见过一位老先生，60岁就把全部积蓄交给儿子做生意，结果儿子生意失败，老先生连看病的钱都要向儿媳妇开口，最后在儿子家吃饭都不敢夹好菜，生怕被说吃太多。这不是儿子不孝，是老先生自己先把尊严的根基挖空了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结了婚的儿子角色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他不再只是你的儿子，他还是别人的丈夫、女婿，将来还是父亲。他肩上扛着3副担子，对妻子的责任，对岳父母的礼数，对自己小家庭的经营。你这个时候还想着我的就是他的，等于给他增加第4副担子，赡养你的情绪和经济需求。他压力大了，自然会疏远你。这不是不孝，是人性使然。我建议各位晚年一定要守住3笔钱。第一笔是医疗储备金，够你看病住院不求人。第二笔是兴趣发展金，让你能培养爱好，交朋友，日子过得有滋味。第3笔是应急周转金，遇到突发状况心里不慌。这3笔钱不要轻易动，更不要轻易交给子女。你可以告诉孩子，爸妈的钱是爸妈的底气，你们的钱是你们的责任，咱们各守其位，家道才长久。这话听着好像身份，其实是最高级的亲情，彼此尊重，互不拖累。记住，永远不要有我的以后都是你们的这种想法。这种想法一起来，你就从家庭的主人变成了客人，从有尊严的长辈变成了需要被照顾的对象。曾子说，君子重则不威。这个重既指品德庄重，也指经济上有分量。你经济上站得稳，说话才有分量。你经济上独立，子女才会真正尊重你。这不是算计，这是天道。天道讲究平衡，人道讲究分寸，经济独立就是这个分寸的起点。有了经济上的底气，你才能谈得上第2个道理，尊重子女家庭的边界。这个边界不是一堵墙把你们隔开，而是一条线，让彼此都舒服。我常常讲《易经》家人卦里头有一句爻辞，家人非非毁利吉。什么意思呢？非非就是严厉管教的样子。这句爻辞告诉我们，父亲对家人适度严厉，虽然过程中会有悔恨和危险的感觉，但最终是吉祥的。但各位要特别注意，这个严厉只适用于子女未成年，尚未建立自己家庭的时候。子女一旦成家，你再用非非的态度去管，那就不是急，而是真正的毁利，后悔都来不及。为什么？因为角色变了。你眼里的孩子，结婚那天起，就不再是单纯的儿子或女儿了。他是别人的丈夫，要对妻子负责；他是别人的女婿，要对岳父母敬礼。
将来他还是父亲，要为自己的孩子撑起一片天。你这时候还把他当成小时候那个凡事听你安排的孩子，就是角色混淆。我经常说，我们要么是子女的爸妈，要么是公婆的儿媳，到处都是夫妻行为，就叫角色混淆。什么意思？你在儿子家，你的身份首先是客人，其次才是母亲。你说话做事要先考虑作为客人该怎么做，而不是作为母亲我想怎样。最要命的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。很多母亲儿子一回家就拉着他说，你那个媳妇啊，今天又把袜子乱扔，她炒菜太咸了，你胃不好她都不管。你觉得自己是为儿子好，是在帮他认清媳妇的缺点，但你不知道，你每说一句媳妇的不是，就在儿子心里撕开一道裂缝。这道裂缝一边连着孝道，他应该听妈妈的话，一边连着夫妻情分，他应该维护自己的妻子。你让他怎么选？选妈妈，对不起妻子；选妻子，对不起妈妈。久而久之，他干脆躲着你，减少回家的次数。这不是不孝，是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撕裂的痛苦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夫妻关系就像一张太极图，阴阳交融，浑然一体。你作为母亲，本来应该站在太极图外面，做一个祝福的观众，但你偏偏要伸手进去，在阴阳交界的地方划一刀，说这里阴太多，那里阳不足。你这一刀划下去，图就破了，阴阳失衡了，整个系统就乱了。儿子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最后只能选择离你远一点，让太极图重新恢复平衡。这不是他不爱你，是他必须先保护自己的小家庭，因为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，这是天道伦常。续卦传讲的明明白白，有夫妇，然后有父子，夫妇关系在先，父子关系在后。那怎么守住这个边界呢？我给你3个原则。第一是时空边界，想去儿子家，先打个电话问问，今天方便吗？会不会打扰你们？不要觉得去儿子家天经地义，那是以前，现在他的家是他的小天地，有他和妻子共同营造的生活节奏。你突然闯进去，可能正好赶上他们想安静吃顿晚饭，或者计划周末睡个懒觉，你的好意反而成了打扰。第二是语言边界，说话的时候少用我儿子，多说你们夫妻。比如不要说我儿子最喜欢吃红烧肉，而要说你们平时喜欢吃什么口味。这一字之差体现的是你是否尊重他们作为一个独立家庭单元的存在。第三是情感边界，不打听夫妻间的私密事，介入他们的矛盾。我一直强调，家庭不是讲道理的地方，是讲亲情的地方，但这个亲情指的是夫妻之间的亲情，不是你强行介入的亲情。他们吵架，你不要急着评判谁对谁错，他们有分歧，你不要急着站队。你的角色是稳定器，不是裁判员。我认识一位老太太，做得特别好，她每月固定去儿子家1次，去之前一定打电话，妈下周5下午3点过来，5点就走，你们方便吗？到了儿子家，看到地上有点灰，他默默拿抹布擦了，但从不说没我，你们家多乱。看到媳妇做饭，他笑着说今天口味重一点，开胃，从不背后跟儿子抱怨。结果呢，儿媳妇主动给他配了家门钥匙，说妈，您随时来，我们家就是您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守住了边界，反而赢得了尊重。边界不是冷漠，是最高级的体贴。距离不是疏远，是给彼此呼吸的空间，
记住，儿子的小家，你永远是客人。做客要有做客的自觉，不随意翻动人家的东西，不擅自调整家具的位置，不把人家的冰箱当成自己家的随便塞东西。你看到他们生活的方式和你不一样，不要急着纠正，先想想这是他们的选择，我是否尊重。礼记上说，入境而问进，入国而问俗，入家而问讳，这是古人的礼仪，今天同样适用。你尊重他们的边界，他们才会向你敞开更多的心门。你越界了，他们就会筑起更高的墙。这不是算计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也是天道循环。你给予什么，就会收获什么。说到边界，自然就引出第三个道理，避免过度奉献。很多父母一听这话就不高兴，我为孩子奉献一辈子，怎么还成错了？各位，我不是说奉献本身错，我是说过度两个字要不得。什么叫过度？就是你的付出已经成了人家甜蜜的负担。你早起5点挤公交，买最新鲜的菜送到儿子家，觉得自己一片好心，可人家小两口周末就想睡到8点，被你敲门声吵醒，心里能不嘀咕吗？你花半个月退休金给儿媳妇买件旗袍，觉得自己眼光好，可人家平时只穿简约风格，那旗袍挂衣柜里3年没穿过，收着占地方，扔了又怕你伤心，这不是负担是什么？易经乾卦讲，初九潜龙勿用，九二见龙在田，九五飞龙在天，上九亢龙有悔。子女没结婚的时候，你是九二见龙在田，该扶持就扶持，该引导就引导。子女结婚以后，他就进入九五飞龙在天的阶段，该让他自己翱翔了。你这时候还像以前那样事事插手，就是上九亢龙，飞得太高不知退，必有悔恨。天道讲究实位，人道也讲究实位。你的好意如果踩不准子女生命的节拍，再好的心意也会变成噪音。我常讲一句话，为孩子好就要给他限制。很多人不理解，觉得爱就该无限给予，但各位要明白，这个限制不是束缚，是边界，不是控制，是尊重。反过来说，对已经成家的子女，你要限制自己的奉献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经验是过去的经验，他们的生活是现在的生活。你那个年代，蔬菜要自己种才放心，现在超市冷链配送，新鲜度不比你早起买的差。你那个年代，衣服要耐穿才实在，现在年轻人讲究搭配和风格，不是光看耐不耐穿。你用过去的标准去衡量现在的生活，就像拿算盘去算电脑，工具不对路啊。这里头有个五行的道理。父母属土，土的特性是承载养育，子女成家后建立的小家庭属木。木的特性是生长向上，土生木，这是相生的关系。本来很好，但土如果太厚太实，把木整个包住，木就长不高了。土如果太松太散，木又扎不住根。最好的状态是土在下面稳稳拖着，但给木留出向上生长的空间。你过度奉献，就是土太厚，天天送菜送饭，等于把木苗埋得太深，完全不管不问，就是土太薄。孩子需要时你不在，根就扎不稳，要恰到好处。这个度怎么把握？我教你3问自检法。第一问，我的付出是否经过对方同意？比如你想给儿子
加大扫除。先问一句，这周六我来帮你们收拾一下，方便吗？而不是直接拎着抹布上门。同意了是帮忙，没同意就是打扰。第二问，我的付出是否符合当下需求？儿子刚装修完新房，你说要帮他挂窗帘，可能人家设计师已经规划好了整体风格，你挂的反而破坏美感。先问需要我帮忙吗？比直接行动更显智慧。第三问，我的付出是否让对方更轻松？你送的土鸡蛋，如果人家得专门腾冰箱位置，还得担心过期，这就不是轻松，是添麻烦。真正的为他们好，是尊重人家的生活方式，把选择权彻底交还。我认识一位母亲，以前也是典型的奉献型。儿子结婚头半年，他3次1周送汤上门，觉得新婚小夫妻不会照顾自己。结果有次撞见儿子和媳妇因为谁洗碗吵架，他当场就说我来洗，本想息事宁人，反而让小两口更尴尬。人家夫妻之间的小摩擦本来吵完就和好了，你一介入，矛盾升级成妈觉得我们不会过日子。后来他悟了，改成1月1次家庭聚餐，由儿子媳妇定时间地点，他只负责带一道拿手菜。结果怎么样？儿子反而主动约他吃饭的次数多了，因为妈不来打扰我们的小日子，我们更愿意亲近。还有句话要改改，很多父母爱说我们都是为你们好，这句话听着暖心，其实暗藏压力。为你们好4个字，等于把你的行为正当化了，不管对方接不接受，反正动机是好。但爱不是单方面的宣告，是双向的感受。你觉得自己是为他好，他感受不到，那就不是爱，是自我感动。换成什么话？需要时我随时在，不需要时我静静退。这话听着平淡，但里头有尊重，有分寸，有退路。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出现，见他不需要的时候你退后，这才是成熟的爱。记住，爱需要与时俱进。你养孩子的时候，他是幼苗，需要你天天浇水；他成家以后，他是大树，需要的是阳光雨露自然来，而不是你天天拎着水桶浇。过度的水会烂根，过度的爱会窒息。曾子讲，君子之爱人也以德。真正的爱是以德相待，尊重他的独立人格，信任他的生活能力，祝福他的家庭幸福。你退后一步，他反而能更好的成长；你松开手，他反而飞得更高。这不是放弃，是成全；不是冷漠，是更深的慈悲。各位朋友，讲完奉献要有度，咱们接着说第4个道理，守住老本。这话听着好像很现实，甚至有点自私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自私，这是老年人的底气，是尊严的根基。我常讲，易经里的山水蒙卦，上卦是山，下卦是水，山下出泉，泉水清澈见底。这个卦象告诉我们，山要稳固，泉才能清。山要是塌了，泉水就浑了。父母的积蓄和房子就是你晚年的山，你的生活品质和尊严就是那泉山稳泉清，山崩泉浊。很多人到了晚年，总觉得我的以后都是你们的，早早把房子过户给儿子，存款也交出去，觉得自己这样很伟大，很无私。但我要说句实在话，这种想法一起来，你就从家庭的主人变成了客人，从有话语权的长辈变成了要看人脸色的依附者。经济上的依附会悄悄腐蚀情感上的平等。你今天交出房子，
明天想在自己家住2天，都得小心翼翼。你今天交出存款，后天买件新衣服，都得先跟儿媳妇报备。这不是子女不孝，是你自己先把尊严的根基挖空了。《论语》里头孔子讲，君子不重则不威。这个重，既指品德庄重，也指经济上有分量。你经济上站得稳，说话才有分量。你经济上独立，子女才会真正尊重你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70岁了，房子存款一样没动，每月退休金自己管，儿子给的孝敬钱，他存起来当旅游基金。有次儿子生意周转困难，他主动拿出10万块，这是借你的，写个借条，利息按银行算。儿子感动得不行，说：爸，你还跟我算利息？老先生说：不算利息，下次你需要钱我就不敢借了，怕你觉得理所当然，结果怎么样？儿子3年后连本带利还清，逢人就说：我爸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父亲守住了经济边界，反而赢得了真正的尊重。守住老本，不是守财奴，是守住3重保障。第一重是物质保障，对应坤卦厚德载物。房子要有，存款要留，但必全交。你可以跟孩子说，爸妈的房子是爸妈的退路，也是给你们的底气。我在家，我在，你们才安。这话听着实在，不虚伪。第二重是健康保障，对应震卦动而健，定期体检不能省，该吃的药不能停，每天散步半小时不能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身体好，就不拖累子女。你身体垮了，再多的钱也买不回他们的轻松。第3重是精神保障，对应巽卦随风入里。要有几个能喝茶聊天的老友，有几种能打发时间的爱好，日子过得充实，就不会整天盯着子女的手机等电话。我特别要提醒各位，永远不要过早交出所有。什么叫过早？就是你身体还硬朗，头脑还清醒的时候，就把财产全交出去。我见过太多悲剧。一位老太太65岁把房子过户给儿子，75岁时儿媳妇嫌她占地方，儿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老太太最后只能住养老院，逢年过节才被接回家吃顿饭。她哭着说：我房子都给你们了，怎么还这样？问题就出在都给你们了这5个字。你把筹码权交出去，谈判桌上就没你位置了。这不是人性凉薄，是人性现实。我一直讲，亲情需要经济基础来守护，没有经济独立的亲情，就像没有地基的房子，风一吹就倒，那怎么守住呢？我给你一个简单原则，你的主要资产不到万不得已动。什么叫万不得已？重病需要大笔医疗费，或者你完全失去自理能力，需要长期照顾。除此之外，房子自己住，存款自己管，退休金自己花，子女孝顺给你钱，你可以收下存起来，但不要主动开口要。子女困难需要帮忙，你可以量力而行借出去，但要立字据，不是信不过孩子，是给彼此留体面。借钱有据，还钱有据，亲情反而更纯粹。糊里糊涂给，糊里糊涂拿，最后算不清账，亲情就变质了。还有句话要记住，我的以后都是你们的这种想法要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后太遥远，现在才真实。你现在把财产交出去，换来的可能不是感恩，是理所当然。你现在守住自己的根基，
反而让子女更珍惜你的存在。我认识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，自己住老房子，存款自己管，每天打太极，跟老姐妹喝茶，儿子每周来看她2次，每次都带她爱吃的点心。有人问她，您怎么不让儿子接您去住？她说，我住我自己的房子，腰杆子直，我去儿子家得看媳妇脸色。现在这样，儿子敬我，媳妇也尊重我，多好。你看，守住老本不是守财，是守住做人的姿态。最后送各位一句话，守住老本不是自私，是智慧。守住老本不是固执，是尊严。你经济独立，才能情感独立。你情感独立，子女才会真心爱你，而不是出于责任勉强尽孝。天道讲究平衡，人道讲究分寸。经济保障就是这个分寸的底线，底线守住了，上层建筑才稳固。底线失守了，再浓的亲情也会变味。记住，你的存款和房子是抵御风险的后盾，也是保存话语权的根基。有了这个根基，你帮衬子女时是锦上添花，不是雪中送炭。你身体不好时心里踏实，不必看人脸色，这才是真正的晚年智慧。讲完守住老本，咱们接着说第5个道理，以客人身份相处。这话听着扎心，好像自己生的孩子回家反倒要当客人。但各位要明白，不是亲情淡，是角色变。儿子结婚那天起，他的小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太极，阴阳交融，自成一体。你作为父母，要学易经牵卦的智慧。牵卦是64卦里头唯一一个6爻皆吉的卦。为什么？因为牵卦是地中有山，藏在地下，不显不露，反而处处吉祥。你去儿子家，就要学这个三丈于地的功夫，张扬不越位，安安分分做个受尊重的客人。我常讲，谦不是自卑，是知道自己的位置。你生他养他，这份恩情永远在，但他的小家主角是他和妻子。你是客，做客要有做客的自觉。我给你3个不做。第一，不巡视，进了门别习惯性的东张西望，这儿看看灰大不大，那儿摸摸东西摆的对不对。你这一巡视，潜台词就是我来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，无形中就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评判者上头。人家小两口精心布置的家，哪怕你觉得窗帘颜色不好看，沙发摆得别扭，那也是他们的选择，他们的审美。你巡视一圈，等于在说你们不会过日子，还得我来指点。这话不用说出口，眼神动作已经传递过去了。第二，不挪动。看到茶几上遥控器歪了，别顺手摆正。看到厨房调料品没对齐，别悄悄调整。你以为是帮，其实是在践踏人家精心营造的秩序感。每样东西放在哪里，都是夫妻俩长期生活形成的默契。你一挪动，打乱的不只是物品位置，是他们的生活节奏。我认识一位婆婆，有次去儿子家，看不惯拖鞋摆得乱，全部摆成排朝外。儿媳妇回来找拖鞋找了半天，原来她习惯把拖鞋尖朝里放，方便穿的时候脚直接伸进去，就这么个小细节。儿媳妇心里嘀咕了半个月，妈是不是嫌我邋遢？其实婆婆真没这意思，但越界就是越界，好心也办了坏事。第三，不延伸。看到地上有灰，你可以默默拿抹布擦了，这叫体贴。
但擦完千万别加一句没我你们家可怎么办？这句话一出口，体贴就变绑架了。你把一个简单的帮忙行为衍生出你们离不开我的潜台词，人家能不压力大吗？人家小家庭的归属感是靠夫妻俩共同经营出来的，不是靠你天天来擦灰建立的。你衍生出的每句话都在暗示这个家没我不行。久而久之，人家要么疏远你，要么产生逆反心理，偏要证明没你我们也过得好。那怎么做客才得体呢？我教你3点。时空上去之前一定问，今天方便吗？我待多久合适？不要觉得我是妈，随时来都行。那是以前，现在他的家是夫妻共同空间，你得尊重他们的安排。行为上自带毛巾拖鞋，用自己带来的东西，吃饭时只夹面前的菜，不越位去夹远处的，离开时把自己的物品收好，不留痕迹。语言上多问这样可以吗？少说应该这样。比如想开窗通风，先问开窗你们冷不冷？想留宿，先问方便我住一晚吗？这3点你做到了，你就是个受欢迎的客人。做不到，再亲的关系也会生出隔阂。我给你讲个真实例子，有位母亲，儿子结婚头1年，她每周去3次，去了就指挥儿媳妇，盐放多了，衣服该这么叠。结果半年后，儿媳妇开始找借口不让她来，今天加班，明天有朋友来。这位母亲委屈啊，跟邻居哭诉，我一片好心，怎么落得这下场？后来她遇到一位老先生点拨，说你去儿子家是去做客，不是去当家。她悟了，改成每月去1次，去了只带点水果，坐1小时就走，绝不指点家务。神奇的是，3个月后，儿媳妇主动打电话，妈，这周6我们包饺子，您来教教我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她退回到客人的位置，反而赢得了主人的邀请，边界守住了，亲情反而更近。还有个道理要明白，他们的空间是他们秩序的象征。你年轻时带孩子，家里玩具满地，衣服乱堆，你觉得正常，因为那是你和孩子共同的生活痕迹。但儿子成家后，他和妻子建立的秩序是2个人磨合出来的平衡点。你闯进去，哪怕只是挪动一个杯子，都可能打破这个平衡。这不是小题大做，是人性使然。每个人对自己空间的掌控感，直接关系到安全感。你尊重他们的空间秩序，就是尊重他们的安全感。你践踏这个秩序，哪怕出于好意，也会让他们潜意识里觉得我的地盘被入侵了。最后送各位一句话，做客的最高境界是让人感觉不到你在做客，却又处处体现客人的分寸。你来了，他们觉得温暖；你走了，他们觉得轻松。这种分寸感从哪里来？从牵挂的智慧里来。地中有山，不争不显，反而处处受尊敬。你守住客人的本分，反而赢得主人的真心。你越界当主人，反而被当成客人疏远。这不是世故，是天道阴阳各安其位，方能生生不息。你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；你进一步，亲情变质。记住，儿子的小家，你永远是客人。这个客字不是疏远，是尊重；不是冷漠，是更深的爱。说到做客的分寸，自然就引出第6个道理：接受子女情感顺位的变化。这话可能刺耳，但我要坦白告诉各位，从儿子结婚那一刻起，他生命中的第1顺位
已经不再是母亲了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天道伦常易经序卦传讲得明明白白，有天地，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，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，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，然后有父子。你看顺序清清楚楚，先有夫妇，后有父子。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根基，亲子关系是根基上长出的枝叶。根基不稳，枝叶难存，但枝叶再茂盛，也不能取代根基的位置。很多母亲听到这话，心里难受。我辛辛苦苦养他20多年，怎么结婚就把我排第二了？各位，这不是排第二，是角色转换。婚前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他难过找你哭，开心找你笑，决定大事先问你意见，这没错。但结婚那天起，他肩上多了一份责任对妻子的承诺。这份承诺不是口头说，是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的生死相托。从此以后，他最难的决定，最深的喜悦，最痛的悲伤，第一分享和承担者是他的妻子，不是你。这不是不孝，这是人性，是伦常，是天道运行的规律。我常讲一句话，夫妻的爱指向聚合，父母的爱指向分离。什么意思？夫妻结婚是为了两个人合为一体，共同面对风雨，这是聚。父母养孩子是为了有一天他能离开你，独立成家立业，这是分离。你养他20年，目标就是让他有一天能离开你，去过自己的人生。他真的离开了，你反而失落，这不是矛盾吗？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你没看透，分离才是父母之爱的终极完成。就像放风筝，你牵着线跑，是为了有一天能松手，看它飞上蓝天。风筝飞走了，你该欣慰，而不是哭着追，追得再紧，线断了，风筝也回不来。那怎么调整这个心态呢？我教你3步走。第一步，认知上接受，他欲事先跟妻子商量，不是不尊重你，是尊重婚姻的契约。你年轻时跟丈夫商量事情，不也是先跟丈夫说，再跟婆婆讲吗？将心比心就明白了。第二步，情感上转化，把那种他不理我的失落感，转成他有人共担风雨的欣慰感。我认识一位母亲，发现儿子生病先告诉媳妇，而不是他死，心里酸溜溜的。后来他想通了，他有人第一时间照顾，我该高兴了，说明他娶了个好媳妇。这一转念，心境全变，反而跟儿媳妇更亲近了。第3步，行为上退守，主动创造非打扰式存在。比如约定每周日晚上视频15分钟，不查岗不追问，只聊家常。逢年过节送个小礼物，不求回报。你退守了，他反而主动靠近。人性就是这样，你追得紧，他躲得远；你松开手，他反而想牵你。这里有个阴阳顺位的道理。婚前，父母是阳主导，子女是阴跟随，阴阳相生，和谐运转。婚后，夫妻形成心阳合心，父母退为阴，外围支持，新的阴阳平衡建立。你若强行维持婚前的阴阳位置，等于逆天而行，整个家庭系统就会失衡。儿子夹在中间，一边是妻子的期待，一边是母亲的要求，他选谁？选妻子，怕你不高兴；选你，婚姻出问题。最后他只能两头躲，这不是不孝，是生存本能。你接受顺位变化，等于帮他卸下这个重担。
他反而能更从容地孝顺你，因为没有撕裂感了。我给你讲个对比案例，张妈妈儿子结婚后天天打电话查岗，吃饭没，跟媳妇吵架没，工资发了没，儿子接电话就像烫手山芋，后来直接设静音，张妈妈更伤心，觉得儿子变了。李妈妈，儿子结婚后主动说，妈，以后我和小丽有事自己商量，商量好了告诉你，你需要我们的时候随时打电话。头3个月他不适应，总想打电话，后来培养了广场舞爱好，每周跳3次，儿子反而主动约他吃饭。妈，你最近气色真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李妈妈接受了顺位变化，儿子没有心理负担，孝顺起来更自然。张妈妈不接受，儿子有负担，孝顺变成任务，越做越累。还有句话要记住，接受顺位变化不是放弃亲情，是升级亲情。婚前的亲情是依附型，你围着我转，我围着你转。婚后的亲情该是欣赏型，我欣赏你经营小家庭的能力，你欣赏我安度晚年的智慧，这种亲情更高级，更持久。就像2棵树，小时候根连着根，长大了各自扎根，但枝叶在风中相处反而更美。你非要2棵树长成一棵，反而都长不高。最后送各位一句心法，看清楚这一点，你会减少很多被冷落的失落感，从而换来更多只要他幸福就好的欣慰。这句只要他幸福就好，不是自我安慰，是父母之爱的最高境界。你养他一场，终极目标不就是看他幸福吗？他现在有人陪，有人爱，有人共担风雨，这不是你最想看到的吗？放下第一顺位的执念，你才能真正享受天伦之乐。抓着不放，只会把天伦变成埋怨。天道讲究时序，人道讲究分寸。接受情感顺位变化，就是顺应天时，守住人伦。你顺了，家就和了；你逆了，情就上了。各位朋友，讲完情感顺位，咱们说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道理，经营好自己的晚年。这话听着好像跟子女无关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充实快乐，才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你一生辛劳最高的奖赏。易经乾卦用9讲，见群龙无首，吉，什么意思？群龙飞舞，没有谁争当首领，各自自在，反而大吉大利。父母晚年就该学这个境界，掌控子女，不依附子女，专注经营自己的生命，反而赢得全家尊重。我常讲，晚年能给你最大依靠的，竟然是你自己。这话不是悲观，是庆幸。你指望儿子天天陪你聊天，他工作忙，孩子要管，妻子要顾，哪有那么多时间？你指望儿媳妇把你当亲妈伺候，人家有自己的妈要孝顺，有自己的小家要经营，情理上也说不过去。但你有自己的爱好，有自己的老友，有自己的生活节奏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儿子看见你精神心里踏实，儿媳妇看见你独立自主，没有负担，自然愿意亲近你。你成了他们欣赏的榜样，而不是精神上的债主。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怎么经营晚年？我教你5行养生法。木主生长，你要保持生命力，学点新东西，不一定要多难，写毛笔字，种花草，学2句诗词都行，关键是让生命有生长的感觉，不枯萎。火主热情，
你要保持情感温度，每周跟老姐妹喝2次茶，参加社区老人活动，跟老邻居下棋。人是群居动物，孤独是晚年最大的杀手。有社交才有活力，土主稳定，你要固本培元，规律作息，该睡睡，该吃吃，饮食清淡，7分饱最养人。每天散步半小时，腿脚灵便比什么都强。金主收敛，你要学会放下，定期清理衣柜，不用的东西送给需要的人。心里的怨气委屈，找个信任的人说说，说完就放下。水煮智慧，你要沉淀人生，读读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，不一定全懂，但能静心。回想自己辈子的经历，哪些做得对，哪些可以改进，这是给子孙留的精神财富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75岁开始学国画，每天画2小时，3年后作品在社区展览，儿子朋友圈晒他画的山水配文，我爸活成了我想成为的样子。另一位老太太60岁丧偶后，天天抱怨孤独，儿子接电话像完成任务。后来他加入太极队，每天清晨公园练拳，还认了几个忘年交。现在儿子反而主动约他吃饭。妈，你最近笑容多了，看着真舒服。你看，差别在哪里？不在子女孝不孝，而在自己活不活。你活得精彩，子女以你为荣；你活得灰暗，子女以你为负担。这不是冷酷，是人性真实。还有个关键，规划好自己的时间。很多父母退休后，生活突然空了，全部注意力转向子女，这是大忌。你要把自己的时间填满，但不是填满为子女做事，而是填满为自己生活。早上6点起床打太极，8点买菜做饭，10点读书看报，下午2点跟老友喝茶，4点散步，晚上看戏曲频道。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但每件事都是为自己，不是为别人。这样你打电话给儿子，说的都是今天公园花开得真好，我新学的一道菜，而不是你怎么不来看我，你媳妇又怎样怎样。前者让人愿意听，后者让人想挂电话。我特别要提醒各位，经营晚年不是自私，是成全。你把自己照顾好，少生病，少麻烦子女，就是最大的孝顺，对子女的孝顺。这话听着矛盾，但理是这个理。你身体硬朗，儿子工作安心，你心情愉快，儿媳妇相处轻松，你生活自理，全家都省心。反过来，你天天这儿疼那儿不舒服，儿子请假陪你去医院，工作受影响，你心情阴郁，家里气氛压抑，儿媳妇不敢多说话，你本意是爱他们，结果成了他们的负担。真正的爱是让对方轻松，不是让对方沉重。我一直强调，父母晚年圆满，实为完成乾坤的生命循环。年轻时你如乾卦，自强不息，创造家庭，养育子女；年老时你如坤卦，厚德载物，承载智慧，静观子孙成长。这个循环圆满了，你的一生才真正功德圆满。你松开紧握的手，方见他们飞得更高。你点亮自己的灯，他们的路便不再黑暗。这不是放弃，是成全，不是冷漠，是更深的慈悲。最后送各位一句话，你的独立和精彩，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祝福。你跳广场舞跳开心，儿子看见会笑，
你跟老友旅游回来分享见闻，儿媳妇会羡慕。你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，全家都以你为荣。这才是咱们最理想的晚年，不是被伺候的累赘，而是被敬仰的长者；不是情感的索取者，而是精神的给予者。你经营好自己，就是给子孙最好的传家宝，不是钱财，是活出尊严的姿态。各位朋友，咱们把这7个道理串起来看，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一条完整的道。经济独立是守钱道，自强不息；边界尊重是明坤德；厚德载物，奉献有度，是知识与时偕行；守住老本是立根基，三稳全清；客居自觉是持谦德，三藏于地，顺位接纳，是顺天伦；夫妇为先，晚年经营是归自在，群龙无首；七者看似分散，实则归于义理，阴阳平衡，中庸之道。中庸不是平庸，是恰到好处。父母之爱子女，太紧则窒息，太松则寒心。要像老树护心枝，根深扎土中，给予养分却不缠绕，枝叶向阳生长。老树静静守望，却不遮挡阳光。你松开手，它才能展翅。你点亮自己的灯，它的路才不黑暗。这不是放弃，是成全；不是冷漠，是更深的慈悲。我们的情不在占有，而在成全；我们的爱不在捆绑，而在自在。我建议各位从今天起践行3日一审：一审经济，我的钱是否自足；二审边界，我是否越界；三审心态，我是否经营自我。不必苛求完美，但求日日精进。你每守住1分边界，亲情就多1分轻松；你每经营1分自我，子女就多1分敬重。天道循环，你给予什么，就收获什么。你给予尊重，收获亲近；给予空间，收获主动；给予榜样，收获敬仰。最后送各位段心里话：子女成婚非亲情终点，而是爱的升华起点。你养他20载，目标本就是看他独立飞翔。如今他羽翼丰满，与良人比翼双飞，这不正是你日夜期盼的吗？放下第一顺位的执念，拾起自在长者的尊严，你会发现，当他幸福时，你的心也满了；当他成长时，你的生命也圆满了。此乃天道，阴阳各安其位，方能生生不息；亲情各守其分，方得岁岁安康。愿各位都能活出这样的晚年，经济有底气，情感有分寸，生活有滋味，生命有尊严。你精彩家就和，孩子自在，这就是我们最圆满的天伦之乐。各位朋友，今天这番话，你要是听进去了，照着做，3年5年之后再来看，你肯定是个晚年自在、孩子家庭和睦的人。你要是听不进去，还是老样子，那也没办法。个人有个人的缘分，命由心造，福自己求。愿各位都能守住自己的本分，活出国学的智慧，让晚年成为人生最自在、最有尊严的阶段。谢谢大家。